大人，请问何人能帮我？楚风问道。想解开这样的逆向封印，我想唯有圣袍界灵师能够做到。无名烽火说道。圣袍界灵师吗？其实楚风自己心里也知道，想要解开这封印，怕是只有圣袍界灵师能做到。只是祖武星域，圣袍界灵师怕是不多，并且那样的大人物并不好请。楚风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人便是梁秋成风，但当初自己又拒绝了梁秋成风收他为弟子的意愿。楚风也不确定梁秋成风是否会帮自己这个忙。最重要的是，楚风根本不知道梁秋成风在哪。楚风，你可知道祖武星域有几位圣袍界灵师？无名烽火问道。还请大人告知。楚风心中一喜，无名烽火会这样与他说，显然就是要给楚风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对楚风来说会有帮助。祖武星域蛇纹级圣袍界灵师有3位，祖武星域最强界灵师梁秋大师自然在其中。所有人都觉得梁秋大师可能是当今祖武星域最先成为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人。而除了梁秋大师外，星辰圣僧与白龙魔道士其实也早就踏入了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听到此处，楚风内心有了些许变化。他虽然知道星辰圣僧与白龙魔道士厉害，却没想到和2位竟与梁秋大师一样，都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这也就难怪为何当初他们2位光临楚世天族会那般紧张了。但是这3位神龙见首不见尾，想找他们帮忙可不容易。不过除了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外，我祖武星域目前我所知晓的还有5位重纹级圣袍界灵师，他们分别是梁秋大师大弟子梁秋成风，我星域主界的无名星宇，以及龙轩大师狐仙娘娘，还有牛鼻子老道。无名烽火说道。前辈，您可知道那牛鼻子老道身在何处？听得牛鼻子老道5个字，楚风内心忽然变得激动起来。楚风的父亲曾与楚风说过，祖武星域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与4象圣兽相融，那个时候楚风将得到4象神力，成为同时拥有天极血脉与天赐神体2种力量的修武者。而能帮助楚风的那个人，不是梁秋大师，也不是星辰圣僧，更不是白龙魔道士，而是那个牛鼻子老道。楚风，你认识那牛鼻子老道？无名烽火问道。并不认识，但我听闻过他，他是一位结界之术非常精湛的前辈。楚风说道。哈哈，这话是谁与你说的？怕是那个人在坑你吧？楚风啊，牛鼻子老道这个人可以说是最不靠谱的了，你莫说找不到他，就算能找到，也别去找他帮忙。无名烽火笑着说道。大人，您为何这样讲？莫非那牛鼻子老道做过什么事？楚风问道。牛鼻子老道拥有重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水准，这是没错的，但这个人不靠谱就不靠谱在总是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且也从不做正事，简直与骗子差不多。并且你知道此人为何被称为牛鼻子老道吗？就是因为他做事不靠谱，倒是脾气大的冲天，谁敢质疑他，轻则被臭骂一顿，重则就要被暴打一顿。此人面前根本别想讲理。总之你日后若是遇到这个人，还是小心点，莫要轻信他的话，因为他早就臭名昭著了。无名烽火一脸认真地提醒道。听得此话，楚风并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觉得无名烽火应该对牛鼻子老道有所误会，毕竟他的父亲楚轩辕绝对不会骗他。楚风，你也别担心，虽然我不能帮你找到梁秋大师、星辰圣僧和白龙魔道士这样的人物帮你，但是我刚好从无名星陨大人那里听说，他们这几位重纹级圣袍界灵师搞了一场小聚，不仅我星域主界的无名星陨大人会去，梁秋大师的大弟子梁秋成风以及狐仙娘娘还有龙轩大师也会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转交给无名星陨大人，他看到了之后自然会帮你。无名烽火说完此话，便立即拿出竹简书写之后递给了楚风。多谢大人，请问无名星陨大人他们在何处相聚？楚风问道。在九龙上界的冰顶峰之上，那冰顶峰应该被封锁了，但是你拿着这个令牌可以上去。无名烽火说话间取出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风。那令牌虽然不是无名烽火的随身令牌，也没有刻写星域主界4个字，但这令牌上面却刻写了无名星陨4个字，且令牌乃是以圣级结界之力凝聚而成。楚风猜测这应该是星域主界那位重纹级圣袍界灵师无名星陨所打造的令牌。多谢大人，大人如此帮我，晚辈不知该如何回报。楚风是真的很感激无名烽火，今日无名烽火若是不来，不仅他要倒霉，这整个乌马天族都要遭灭族之灾。若要回报，便努力修炼。你现在是要为楚世天族争光，但我希望你有一日你可以做到连你父亲与你爷爷都做不到的事，那便是为我祖武星域争光。无名烽火说道。我会的。楚风的脸上满是自信，那我便等着那一天。看着如此自信的楚风，无名烽火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随后又与楚风闲聊了几句，便就此离去了。当无名烽火走后，乌马天族的族人乌压压的将楚风围了起来，他们不喜言辞的感谢楚风，而乌马天族族长更是想为楚风举办宴席来感谢楚风。当然他也准备了价值不菲的礼物，但全部被楚风推辞了。前辈，就凭你与我足长的关系，今日这件事也是晚辈应该做的，前辈的盛情晚辈心领了，只是我这姐姐的情况拖不得，晚辈怕是要立即动身了。楚风说道。救人要紧，我便不再挽留了，不过那九龙上界刚好我正打算带着圣杰前去，刚好我们可以同行。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前辈也要去九龙上界？楚风目光一动，他觉得乌马天族族长可能是故意找的借口，他就是不放心自己，所以才要随同以保护楚风。但乌马天族族长接下来的这句话却让楚风转变了念头，他似乎真的是有事要去那九龙上界。难道楚风小友你不知道九龙上界是何地方吗？乌马天族族长问道。晚辈回到祖武星域不久，对于祖武星域的事情的确了解不多，还请前辈明示。楚风说道。那九龙上界可非同小可，
其乃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排名第2位的蛋台天族所主宰的上界。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目光微微变化，10大天族排名第2，也就是说祖武星域的天族之中，这蛋台天族的实力仅次于灵狐天族。而楚风可曾听黎若初说过，如今的灵狐天族可是打算推翻星域主界，夺取祖武星域霸主地位的势力。有如此野心的势力，其实力可以想象，灵狐天族已是如此强横，蛋台天族就算不如灵狐天族，自然也不会相差特别多，实力定然很强。前辈，你与乌马圣杰去那里是有何事？楚风问道。星域主界的小辈虽不参与祖武十星的评选，可这祖武十星的评选却是他们所主持的。今年祖武十星的评选之处便被设在了九龙上界。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明白了，乌马圣杰是打算参加此次的祖武十星的评选。楚风看了那乌马圣杰一眼，心想这丫头若是出手，那祖武十星的排名定然是要发生变化的。为什么这样看我？感受到了楚风的目光，乌马圣杰傲娇地问道。想到你要大放异彩，替你高兴。楚风说道。乌马圣杰瞥了楚风一眼，不再说话。对于这样的乌马圣杰，楚风也不生气，毕竟这丫头在上次见面时还想着杀了自己，现在能够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谁让自己看了不该看的呢？那前辈，我们现在能出发吗？楚风问道。可以。楚风，咱们就出发。乌马天族族长，这位堂堂一族族长，此刻对楚风的态度简直就像是少主服侍人的老仆人一样，态度那叫一个好。而看着自己的族长这样对待楚风一个外族小辈，整个乌马天族倒也是没有一个人有不舒服的，更没有人会有意见。毕竟楚风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他们乌马天族无以为报，态度客气一点又算得上什么？决定之后，三人便立刻启程。楚风小友，难道你都不打算参加祖武十星的评选吗？途中，乌马天族族长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那是因为楚风都不知道九龙上界，这说明他还不知道关于此次祖武十星评选的事，原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既然此次去了，我也不知道，随缘吧。楚风笑着说道。若是能参加，还是参加吧。以你无凭无仙的实力，定可大杀四方，搞不好能夺得这祖武十星的第3位。到时候不仅你会名扬祖武星域，这对你楚氏天族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因为楚风隐藏了修为，所以乌马天族族长以及乌马圣杰都不知道，其实楚风现在的修为乃是7品5仙了。我主要是为我黎洛姐解开封印，若是时间来得及，我应该会去参加。楚风说道。楚风，你叫这个小姑娘姐姐，莫非她比你大吗？乌马天族族长表现出了对白黎洛的好奇。不仅是他，当提及白黎洛的时候，就连乌马圣杰也是将好奇的小眼神投了过来。黎洛姐到底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也是偶然相识，但是她待我不错，否则也不会与我一同来到此处。楚风说道。这个小姑娘可不简单啊，楚风小友还真是艳福不浅啊，竟能认识这么多了不得的奇女子。乌马天族族长感叹起来，因为他至今忘不掉当初在远古遗迹内的苏柔苏美2人。苏柔苏美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白黎洛，这楚风认识的可谓个个都是高手，并且还都是美女。嗨，艳福不浅。前辈，你这我黎洛姐姐还是个孩子啊。楚风略显尴尬。是老夫失言了，不过这个姑娘长大后也必然是个大美女啊。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可是楚风本想解释，可楚风话还未说完，乌马圣杰便抢着开口了。可是什么？我家族长说的也没错啊，为什么帮你的都是女子？你心里没数吗？这个那个乌马前辈，您可以为我讲述一下当今祖武星域的格局吗？楚风赶忙转移话题。不过就算不转移话题，楚风其实也想问这件事。既然那九龙上界乃是祖武十星评选之地，定然有各方强者聚集那里，楚风有必要了解一下各方势力的实力。当然可以，这个完全不成问题。乌马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为楚风讲述起了当今祖武星域的格局。首先，星域主界乃当今祖武星域的霸主，这是人尽皆知之事。而除了星域主界之外，10大天族不可不提。10大天族由强至弱，分别是灵狐天族、蛋台天族、角里天族、莫夷天族、上方天族、左丘天族、乌马天族、濮阳天族、唐氏天族、黎氏天族。10大天族之中，又以灵狐天族、蛋台天族、角里天族最强。之所以把他们3族单独列出，是因为他们3族之中都有至尊境的高手镇守，由此可以看出至尊境在祖武星域的地位。这也为何当日在远古遗迹，当人们知道月仙是至尊境后，会如此恐惧楚风的原因。而除了10大天族，祖武星域还有很强横的3族，分别是万州古族、梦魇鬼族、通天兽族。这3族虽不是天级血脉者，却也有着各自的特殊血脉，实力非常强劲。楚风小友，对于这万州古族，你应该有所了解吧？毕竟你族的楚轩正法可是与万州古族的公主古明渊生下了一个女儿，那个丫头好像是叫做楚灵溪吧？说起来，楚轩正法这小子也是有些能耐，虽然后来古明渊不愿与其成亲，但却也承认了那孩子便是他与楚轩正法的。提到万州古族之时，乌马天族族长也是不由自主地提及了楚轩正法与万州古族公主古明渊之间的事情。我倒是听闻过楚轩正法前辈与万州古族公主的事，但是我一直以为他们乃是夫妻。楚风说道。夫妻？怎么可能？那可是古明渊啊！你可要知道，当年在这祖武星域可是有一个说法，男有楚轩辕，女有古明渊，那丫头的天赋可是相当厉害。万州古族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并不是他们族长，而是那个丫头。乌马天族族长说道。难怪
我楚氏天族与那万州古族似乎并无交集。楚风在心中感叹道：万州古族如此强横，古明渊又不承认楚宣正法，又怎么会与楚氏天族有交集？我听说楚灵溪那个丫头的天赋也是不同凡响。楚风小友，你可知晓那楚灵溪现在实力如何？乌马天族族长说话的时候，乌马圣杰也是看向了楚风。楚灵溪毕竟是古明渊的女儿，他们都很关心楚灵溪的实力。灵溪吗？只听说灵溪那丫头被她母亲带走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丫头现在怎么样了。不过有她母亲栽培，应该进步了不少吧。提起楚灵溪，楚风的心中也是有了些许惦念。整个楚氏天族，若论关系，楚风与楚灵溪的关系应该算是最好的了。毕竟那个丫头可是在楚氏天族不认可自己的时候，站在了楚风这一边，所以她在楚风心中的地位也非其他族人可比。被古明渊带走了吗？那这祖武星域怕是又要有一位了不得的天才出世了。听闻楚灵溪由古明渊亲自栽培，乌马天族族长也是不由得期待起来。一定，楚风对楚灵溪也是充满了信心。对了，楚风除了这些家族之外，在祖武星域还有3城，分别是妖族圣城、神体王城、祖武龙城。这3城的实力可以说并不弱于灵狐天族、淡台天族以及角里天族，因为他们也都有至尊境的高手坐镇。对了，之前无名烽火大人所提起的那位崇文级圣袍界灵师龙轩大人，便是出自祖武龙城。乌马天族族长说道：想不到祖武星域强横的势力竟也不少。前辈，既然万州古族与那3族的实力都如此强横，为何不曾见他们的小辈参加祖武十星的评选？之前通过乌马天族族长的讲述，楚风也是知道了当今祖武十星的具体排名，有强至弱，分别是灵狐鸿飞、灵狐月月、灵狐铁面、淡台仙儿、灵狐命也、灵狐轮、梦魇无双、通天渊明、唐正浩、离岸之。当今祖武十星，灵狐天族独占5人，实力之强可以想象。除了灵狐天族外，淡台天族、梦魇鬼族、通天兽族、唐氏天族、离氏天族也各占1人。万州古族也有人参加，只是自古明渊之后，一直没有人能够踏入祖武十星。不过这也能够理解，毕竟家族强不代表着小辈一定就强，后继无人的势力有很多，况且100岁以内未能展现天赋，100岁之后忽然崛起的也不在少数，这不能代表一切。至于3城，他们一直都是不参与祖武星域的任何事情的，只要没人去招惹他们，他们从不插手祖武星域的事。虽然名震祖武星域，强到连星域主界都不敢忽视，可他们其实属于不争名利、半隐居的状态。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原来如此，多谢前辈提点。楚风说道：楚风，倘若你能提前帮这位姑娘解开封印，可以参加此次祖武十星的评选的话，凭你的实力，其实其他人你都无需太过在意，但灵狐月月、灵狐铁面、淡台杏儿这3个人你却不能大意。尤其是那灵狐月月，他可是当今灵狐天族仅次于灵狐鸿飞的小辈，实力非常之强。乌马天族族长提醒道：我觉得这些人都不足为惧，我只要注意1个人就好了。楚风说道：那是何人？乌马天族族长好奇地问道。楚风没有回答，却笑眯眯地看向了身旁的乌马圣杰。乌马圣杰冲楚风翻了个白眼，什么？这么快修为又提升了？你这丫头可是相当厉害，绝对是我的劲敌。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他这话可不是玩笑，而是乌马圣杰的修为的确又有提升。现在的乌马圣杰已经不再是5品5仙，而是6品5仙，这样的提升速度可丝毫不弱于楚风。毕竟若不是刑罚天雷台上有所收获，楚风如今应当也是6品5仙。哈哈，楚风小友，你就不要谦虚了。圣杰可是与我说过，你已经解开了雷霆铠甲封印的人，就算圣杰遇到你，我觉得也一定不是你的对手。况且既然圣杰都能在那一击之中有所收获，我猜楚风小友多半也是有所收获吧。乌马天族族长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那目光中另含深意。楚风如今隐藏修为，他岂会看不出来？而他又知道乌马圣杰能够突破，乃是在那远古遗迹之中有所领悟，所以他便猜测楚风故意隐藏修为，定然是想有所保留，应该也是突破了修为。他猜测楚风如今的真实修为，应该也踏入了6品5仙才对，不是多半，而是一定。乌马圣杰说道：这都被你发现了。楚风笑了笑，随后楚风意念一动，那7品5仙的修为便释放而出。楚风小友，你竟然连续突破2重修为！当感受到楚风此刻的修为后，乌马天族族长顿时面露惊讶之色。毕竟楚风这修为可比他预料的还要高出了1品，不仅是他，就连乌马圣杰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满满的惊讶。楚风小友，你这领悟力也太惊人了！乌马天族族长感叹连连，晚辈的确在那远古遗迹内有些收获，不过能有今日修为，其实另有机缘。楚风说话间便再度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虽然修武者的世界有着一种不成文的规矩，那便是对长辈隐藏修为，可被视为不敬，但除了诚心找麻烦的人外，其实没有人会在意这一点。因为在修武者的世界还有着另一种说法，小辈隐藏修为被视为谦逊。事实上不仅仅是小辈，许多老一辈也有着隐藏修为的习惯。至于楚风，他可不是因为什么谦虚，他只是随心，想隐藏的时候便隐藏，不想隐藏的时候便不隐藏。而现在他刚好想隐藏修为而已。你又遇到了什么机缘？乌马圣杰好奇地问道。看他那个小模样，他似乎还挺关心楚风为何能够突破到7品5仙的。毕竟人都有好胜心，他好不容易追赶上楚风，结果又被楚风超越了，换作是谁，心里都会有些不服气的。倘若楚风真的是在他处提升的修为，他心里倒能好过点，否则他便会有些难受。毕竟那将证明楚风的领悟力比他强了实在太多，会让他有种挫败感。真的，我可不会骗你。
楚风说道：“那你何处得来的机缘？”向来少话的乌马圣杰此时竟连续追问起来。果然，他很在意此事。我要是说被雷劈出来的机缘，你信吗？楚风说道。不说便算了。乌马圣杰瞥了楚风一眼，对于楚风说的话，他非常不信。真的没骗你。楚风笑嘻嘻的说道。而看着楚风这样的态度，那乌马圣杰更是不信了。随后干脆懒得再理楚风。圣杰可不得无礼啊！乌马天族族长低声的呵斥了一声乌马圣杰，但乌马圣杰却对其毫不理睬。显然，这位族长大人在乌马圣杰面前也并没有什么威严可言，这倒也让乌马天族族长略显尴尬。前辈，无碍无碍，我与圣杰乃是好朋友，朋友之间都是如此的。楚风笑着说道。七，乌马圣杰撇了撇嘴，对于楚风的套近乎，他装得很不领情，只是那目光却是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喜悦。圣杰能有楚风小友这样的朋友，可真是他的福气。若是他也能像楚风小友这般懂事，那老夫便也放心了。乌马天族族长感叹起来。之后的路上，依旧是乌马天族族长与楚风闲聊，而乌马圣杰这个丫头依旧冷漠，甚至看都不看楚风一眼，唯有聊到令他好奇的事情，他才会将目光投过来。不知不觉间，楚风三人已是通过远古传送阵来到了那九龙上界。当踏出传送阵那一刻，楚风顿时心神一震。这九龙上界波澜壮阔的景色不提，单说那扑面来的天地能量，便比大千上界强了不少。天地能量的差别，直接可以影响到修武者的修为。显然，这九龙上界的价值远非大千上界可比，难怪蛋台天族会盘踞于此。最重要的是，这传送阵口竟人山人海，无论天上地下，都可用人满为患来形容，并且在楚风等人身后，还不断有人从那传送中走出，各方势力的人物都有，其中还隐藏着许多尊者境的高手。要知道，这不过是九龙上界诸多传送阵的其中一个，可是这里的高手之多，就连乌马天族族长这样的人物也不敢说是最强的。由此可见，这九龙上界如今汇集了多少大人物，看来这次倒是能够开开眼界了。见到这等场面，楚风变得异常兴奋，越是巨浪翻腾处，越是真龙飞升时，九龙上界绝对是楚风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此时，楚风暗下决心，只要能够提前解开白黎落的封印，那么祖武十星的争夺，他便一定参加。他要让祖武星域的所有人知道，楚轩辕的儿子回来了。此时，众人都在议论关于那祖武十星之事。听他们所说，楚风便已得知了祖武十星评选的具体方式。祖武十星评选的地点在九龙上界的九龙异象港，评选时间为12日之后，只要是祖武星域的100岁以内小辈，都可参加此次评选。楚风小友，我看到一位老朋友，你在此等我一下，我去打声招呼便回来。乌马天族族长指着远处说道。前辈去吧。乌马天族族长既然这样说了，楚风自然便知道他与那位朋友的关系非同一般，否则乌马天族族长不会在明知楚风急着帮白黎落一并的情况下，还去与那朋友打招呼。随后，乌马天族族长便带着乌马圣杰去与那位打招呼了。哥，你快看，那个小子背的小女孩长得还挺好看。哪一个？看到了。你别说，这小丫头长得还真是俊俏，小年纪已是如此，这长大了那还得了。不过怎么脸色这么差？怕是受伤了吧？重点不是那个小丫头吧？你们快仔细看看，背着小丫头的那个小子，他这身体是多虚弱呀？怎么背着一个小女孩就累成了这个样子？这传送阵周围到处都是人，各种交谈不断响彻着。可是，在楚风侧面响起的声音，却让楚风意识到，似乎有人在讨论自己。毕竟纵观周围，唯有楚风的身后背着白黎落，并且因为白黎落被逆向封印，所以非常的重。楚风背了一路，此刻的确已是彰显疲态。哥几个，你们快看那小子的令牌！我去，还以为哪来的病秧子，原来是楚氏天族的族人，难怪如此弱。楚氏天族的族人来这里做什么？该不会也要参加祖武十星的评选吧？就这实力也来参加祖武十星，那也未免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吧？哼，这有什么？楚氏天族的族人不就是一群不要脸的东西吗？这些人明明就不认识楚风，可是此时不仅对楚风冷嘲热讽，并且声音还非常之大，完全不顾及楚风的感受，就像是和楚风有着深仇大恨一般。这种行为简直就是挑衅。他们若只是低声议论，楚风本不想搭理他们，可是他们得知自己是楚氏天族族人后，便肆无忌惮的来挑衅自己，这楚风自然不能忍。于是楚风也是不由得将目光投了过去，才发现这些人也都是小辈，而他们实力倒是不弱，大多数都在真仙巅峰。虽然在楚风眼里他们宛如蝼蚁，可实际上在小辈之中，这也算是不错的了。并且这些人的腰间都挂着相同的令牌，那便是巩氏天族。如此看不起我楚氏天族，还以为是多么利奥的人，原来是巩氏天族的族人。只是可惜，你们知道我楚氏天族，但我却根本未曾听过你们巩氏天族。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呢？你这是看不起我们吗？听得楚风这样一说，那几人顿时大怒，气势汹汹的便向楚风走来。住手！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忽然响起，紧接着一老一少两道身影飞落而下，那是一名老者和一名女子。老者白发苍苍，颇具威严，并且他的修为应该在尊者境，而那名女子也是一位小辈，并且颇具姿色，虽谈不上倾国倾城，但也算是貌美如花。且此女乃是一位2品天仙，其修为比起那些小辈要强上不少。最重要的是，无论是那老者还是那少女，他们的腰间都挂着巩氏天族的令牌，拜见族长大人，拜见明月大人。见到这老者与少女后，那些巩氏天族的小辈赶忙施礼。此时楚风已得知了那老者的身份，而那少女显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做人要低调。你们刚刚在干嘛？那巩氏天族族长冷声问道。
你们什么你们，还不向这位小友道歉？巩氏天族族长怒喝道。见状，那先前还目中无人的几个小辈赶忙来到楚风身前，向楚风道歉。这位小友，是老夫疏于管教，还望你不要介意。在那几个小辈道歉之后，那巩氏天族族长竟也来到楚风身前表示歉意。人家好歹是一族族长，身份地位摆在那里，他能够在楚风这个小辈面前放低态度，已是诚意十足。楚风还能说什么呢？前辈言重了，你都开口了，我自然会给您这个面子。不过前辈，他们这种性格真的应该好好管教一番，否则你不管教，定然有人会替你管教。楚风说道。听到楚风这样说，巩氏天族的小辈们气得咬牙切齿，但是碍于他们族长在此，他们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暗地里投来凶狠目光的同事，还对楚风传音进行威胁。然而根本就没搭理他们，全当一群苍蝇在自己耳边叫唤。而楚风面色不改，那些家伙反而更加生气了。只是他们除了生气，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对楚风的威胁，楚风就像没听到一样，全然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哈哈，这位小友说的极是。这位小友，你真的是楚氏天族族人？巩氏天族族长问道。晚辈楚风的确是来自楚氏天族。楚风说道。楚风听得此话，巩氏天族族长目光一动，似是想起了什么，但随后又轻轻摇了摇头，似是暗自否决了自己的想法。楚风这个名字不错，楚风小友，老夫叫做巩承德，其实与你家族长乃是老朋友了。巩氏天族族长说道。竟有此事？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目露惊讶。他本以为这位巩氏天族族长就是为人和善，没想到还与他家族长乃是朋友，这还有假？不信你回去问问你家族长，那巩氏天族族长可能真的是与楚氏天族族长是老朋友，所以他看到楚风后格外的亲切。本来还想再与楚风聊聊，可就在此时，其身边的那位二品天仙的女子却是忽然开口了。爷爷，我们还有事呢，叙旧便改日吧。原来这个女子乃是巩氏天族族长的孙女，难怪那些小辈如此惧怕这女子。哈哈，差点忘了正事。楚风小友，我还有事，先告辞了。你回到族中，待我向你家族常问声好，说等我有时间会登门拜访，让他准备好酒与我叙叙旧。巩氏天族族长说道。晚辈一定传达。楚风说道。话罢，那巩氏天族族长便带着巩氏天族的众位小辈就此离去。临走时，那些巩氏天族的小辈都是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不过那名女子除外，她从始至终都未正眼看过楚风一眼，甚是高傲。刚刚那个不是巩承德那个老家伙吗？他与你说什么了？乌马天族族长带着乌马圣杰落到了楚风身旁。前辈认识他？楚风问道。当然认识，我与你家族长与这老家伙已是相识几千年了。乌马天族族长说道。这么说来，他真是我家族长的朋友了。楚风问道。那是自然。对了，他与你说什么了？乌马天族族长问道。他之前距离楚风很远，当他注意到巩氏天族族长的时候，巩氏天族族长已经带着族人离去，他只意识到巩氏天族族长与楚风说了什么，但具体说了什么他并不知晓。而见这乌马天族族长如此好奇，楚风便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哈哈，这老东西竟然这么蠢。得知经过，乌马天族族长竟哈哈大笑起来。前辈，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楚风皱了皱眉。哈哈，楚风，我问你，先前你告诉他你叫楚风的时候，那老家伙的反应是否有些惊讶？乌马天族族长问道。好像是。楚风回想了一下，发现乌马天族族长说的好像很对，那就对了。那个老家伙对你的名字可是非常敏感，不过呀，他一定是觉得你只是同名，而不是楚轩辕的儿子。他若是知道你就是楚轩辕的儿子，他可不会就这样离去。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前辈，为何呀？楚风好奇地问道。就连向来冷漠的乌马圣杰也是眨巴着大眼睛，满是好奇地看着自家族长，很想知道这其中的猫腻。楚风，我问你，刚刚那个跟着那老家伙的小丫头，你可听到有人叫她巩明月？乌马天族族长再度问道。好像是叫巩明月。楚风说道。那就对了，这么说吧，那个巩明月可算作是你的一个未婚妻。乌马天族族长说道。此时莫说楚风倍感惊讶，就连乌马圣杰也是惊讶地张开了小嘴。当年你父亲还没带着你回来的时候，那老家伙便与你爷爷定下了婚约，说倘若楚轩辕日后生了女儿，他就让他的孙子娶了，若是生了儿子，他就将自己的孙女嫁过来。而这么多年过去，这老家伙有了不少孙子，但是孙女却只有一个，那便是巩明月，所以她便是你的未婚妻啊。乌马天族族长说道。这么荒唐的亲事，我家族长就应了。楚风很是无奈。你家族长不仅应了，而且应了不止一家，他当年可谓是广撒网。这么说吧，楚风，等你日后名扬祖武星域，会有一群老家伙带着他们的后辈来找你，逼着你娶了那些后辈的。乌马天族族长说道。这我家族长看着挺有正事的呀，怎么做出了这么不靠谱的事啊？楚风一脑门子的黑线。哈哈，这有什么的？女的只能嫁一夫，但男人那娶个3妻4妾，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到时候你有喜欢的你就娶了，不喜欢的就赶走便是。乌马天族族长一脸无所谓的说道。流氓！乌马圣杰狠狠地瞥了乌马天族族长和楚风一眼。嗨，这和我无关啊，可不是我应下的婚事。楚风赶忙解释道。是不是你应的都和我无关？你和我解释什么？乌马圣杰瞥了楚风一眼。这件事是和你无关，可是我必须让你清楚，我楚风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而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薄情之人。楚风一本正经地说道。是吗？乌马圣杰看了楚风一眼，随后低声说道。你当初看我的眼神可不像是好人。楚风大嘴一咧，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知道乌马圣杰指的是什么，那自然是当初楚风看到乌马圣杰身子的时候，当时楚风该看的都看了，还真是无从辩驳。前辈，我们还是尽快赶路吧。楚风看向了乌马天族族长。对，正事要紧，
乌马天族族长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三人便拔空而起，向那冰顶峰的方向飞掠而去。而对于发生的一幕，倒也没有人关注，毕竟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摩擦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没有人会特意关注楚风他们。但楚风听过乌马天族族长的话后，他似乎有些明白，为何巩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开始还只是低声议论，可是发现他是楚氏天族族人以后，就直接挑衅了。想必是因为那个荒唐的婚约。当当当，途中有敲锣的声音自远方传来，定睛观望，有人手持铜锣，一边敲打，还一边大喊：今天消息，天机尊者做出预言，7日之内，冰顶峰之上，我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就要出世。那人修为不低，飞行的速度极快，一闪而过。但是楚风周围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他所说的话。冰顶峰，那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听到这个消息，乌马圣杰都是目光一动，紧接着乌马圣杰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该不会就是你吗？怎么会？我现在只是蛇纹级尊袍界灵师，怎么可能在7日内突破到圣袍？楚风摇了摇头，但是天机尊者的预言绝对不会有错。到底是什么人呢？乌马圣杰陷入了沉思，他也只是一个修武者，又不是神灵，凭什么他的预言就不会错？楚风表示质疑。楚风，天机尊者这一生预言过的事情，没有上千件也有几百件，到所有预言都准确的发生了，从来没有发生过错误。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前辈，那你觉得这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会是谁？楚风问道。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不代表一定告诉小辈，可能只是相对于其他人年轻一些。我觉得很可能是梁丘大师其中的一位弟子。乌马天族族长说道。我倒是觉得未必。乌马圣杰说道。乌马圣杰可能因为当年父母的事情，所以一直对乌马天族耿耿于怀，他对这位族长也完全没有尊敬可言，但乌马天族族长却也没有怪他的意思，想必他也早就习惯了被乌马圣杰这样顶撞，而看待这样的乌马天族族长和乌马圣杰，楚风倒是觉得颇有意思。虽然当年之事对乌马圣杰来说的确是个痛，但错是偏族，并非正族。楚风猜测，就算乌马圣杰对族人心中有恨，但若真的有机会报仇，他也绝对下不去手。这么多年的感情早就藏于乌马圣杰心中深处，他们始终是真正的亲人。楚风，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到时候大家都会前往冰顶峰，我们还是快一点吧，免得有不必要的麻烦。乌马天族族长说道，随后竟释放出天际雷纹，增强修为，来加快赶路的速度。九龙上界有着一座山峰，这山峰非常之高，高出云层不知多少万米，而这山峰周围聚集着不少人，各方势力的都有，其中还不乏一些大人物。山峰之巅有着一座宫殿，宫殿内有着3个人，一位乃是天机尊者，而另外一位乃是天机尊者的手下黑脸姑姑。至于这第3位乃是灵狐天族之人，这是一位老者，这位老者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可是黑脸姑姑却连正面看这位老者都是不敢，眼中有着掩饰不掉的恐惧。这位老者名为灵狐文泰，这灵狐文泰乃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其实力非常之强，是一位至尊境的高手。天机大人，今日之事辛苦了。灵狐文泰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天机尊者，这便不必了。天机尊者将那递过来的乾坤袋推了回去。灵狐文泰笑了笑，倒也没有纠缠，而是将乾坤袋收了起来。今日之事，还望天机大人保密，否则若是传出去，我家族长大人怪罪下来，这个责任老夫承担不起。灵狐文泰说道。这点文泰大人请放心。天机尊者说道。既然如此，那老夫便告辞了。天机尊者保重。话罢，令狐文泰便就此离去。这灵狐天族真是太过分了，星域主界的人都不敢逼迫大人您作假的预言公告天下，这灵狐天族竟逼迫您做这种事。灵狐文泰走后，黑脸姑姑说道。如今灵狐天族势大，连星域主界都不得不重视，日后祖武星域的格局还很难说，我们得罪不起。天机尊者说道。但是尊者大人，您从不公布假的预言，今日之事实在是太委屈您了。黑脸姑姑有些心疼。谁说我公布的是假的预言了？天机尊者问道。听得此话，黑脸姑姑顿时目光一变，随后赶忙问道。大人，莫非您公布的预言是真的？今日之事的确是受灵狐天族的逼迫，其实我也做好了公布假预言的准备，只是连我都没有想到，这预言竟然真的给出了结果。7日之内，冰顶峰上的确会有一位圣袍界灵师出世，其年龄乃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天机尊者说道。大人，真的是100岁以内的圣袍界灵师？黑脸姑姑满眼的震惊。圣袍界灵师，整个祖武星域都没有几个，而那几个无一不是修炼多年，并且本身结界之术天赋就非常逆天的存在，但他们踏入圣袍界灵师，却至少都花费了上千年。100岁以内，倘若这是真的，那将是何等天才才能做到？祖武星域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我猜测这个人应该便是灵狐鸿飞。天机尊者说道。大人，这么说来，灵狐天族就是故意的，他故意让您做出预言，然后借机让灵狐鸿飞名扬天下。可是虽然灵狐鸿飞修武天赋的确极强，但他戒灵之术的实力好像并未听过，他真的能做到这等事情吗？黑脸姑姑表示怀疑，正常修炼绝对不可能，连楚轩辕当年都做不到，灵狐鸿飞怎么可能？不过若是使用非常手段，倒也是有可能的。天机尊者说道。大人，您的意思是说灵狐天族会以特殊手段帮助灵狐鸿飞得到圣袍界灵师的力量？黑脸姑姑很是诧异，多半如此，否则没必要找到我引人去那冰顶峰。天机尊者说道。只是这种事情真的能做到吗？黑脸姑姑感觉难以置信，圣袍界灵师
相比于许多人修武者来说，这简直比至尊境还要难以企及。虽说至尊境的高手同样非常少，可祖武星域至尊境高手的数量其实还是要多于圣袍界灵师的。由此可以看出，圣袍界灵师是一个多么难以踏入的境界。虽说大部分修武者主攻修武，少有人专心修炼结界之术，也是导致圣袍界灵师稀少的原因，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其实修炼结界之术的天赋比修为还要难以获得。这种事情倒是可以做到，只是要做这种事，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不仅仅是花费资源，灵狐鸿飞自身也将付出代价。倘若真的通过外力帮助灵狐鸿飞强行获得圣袍界灵师的力量，那灵狐鸿飞以后的结界之术将寸步难行。可是灵狐鸿飞已经是祖武星域最强天才，在灵狐鸿飞这么多年的经营下，甚至有人觉得灵狐鸿飞是祖武星域从古至今的最强天才，连楚汉仙和楚轩辕都无法与他相比。灵狐鸿飞已经拥有此等名气，根本不需要圣袍界灵师的名头。倘若我的猜测是对的，那我是真的想不通，这灵狐天族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又在计划着什么？天机尊者陷入沉思，楚风等人可不知道这场预言乃是灵狐天族逼迫天机尊者做的。当然，他们更是不知道7日之内真的会出现一位圣袍界灵师。此时，楚风已经来到了冰顶峰之下，只是他们似乎还是来晚了。消息传得很快，此时冰顶峰下已是人满为患，并且来到冰顶峰后，人们竟也得知了凉丘成风、无名星陨、狐仙娘娘、龙轩大师4位圣袍界灵师与这冰顶峰小聚的消息。这个消息并不是传出来的，而是公布出来的。4位圣袍界灵师不知忽然哪来的兴致，他们竟要挑选一些小辈去那冰顶峰上与他们相见。祖武10星可以直接登上冰顶峰，而其他人只要是100岁以内的小辈都可以通过考核登上冰顶峰，能够见到4位圣袍界灵师，与他们近距离谈话，已是许多小辈的心愿。更何况天机尊者刚刚宣布了那个预言，人们都觉得那个预言不是巧合，所以他们更想亲眼去看一看那祖武星域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甚至有人更是幻想自己得到什么机遇，搞不好那个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就是他们。毕竟这冰顶峰本身就是界灵之术的一处圣地。前辈，您可知道这冰顶峰的事？楚风听得众人议论，但却又不知其中细则，于是便向乌马天族族长请教起来。这一问还真没白问，乌马天族族长竟真的知道关于这冰顶峰的事。原来早在3万多年前，这九龙上界来了一位界灵大师，那位界灵大师实力非常强劲，有人说他是龙温级圣袍界灵师，更有人说他乃是传说中的神袍界灵师。因为那位界灵师非常神秘，所以见过他的人不多，所以他到底是何级别没人知晓，甚至没人见过他的真容，只知道他叫做界灵仙王。这界灵仙王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他在这冰顶峰上留下了一座大阵，并且还留下了一件宝物，只要能够破开他的那座大阵，便可以得到他所留下的那件宝物。那是一件界灵圣袍，这件界灵圣袍乃是隐藏于九龙上界深处的九龙之气打造而成，所以名为九龙圣袍。而人们之所以知道这些，那是因为在那冰顶峰上的阵法外有着一座石碑，那石碑上的内容乃是界灵仙王亲自刻上去的，上面清晰的写着九龙圣袍乃是根据九龙上界的九龙之气打造而成。也正因此，界灵圣袍由九龙之气打造而成，界灵仙王便将这九龙圣袍留给此处之人，但他却不想将其宝物交给平庸之辈，所以才设下此阵，唯有破阵者才能得到此物。然而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破开那座大阵。前辈，就连凉丘大师也破不开那冰顶峰上的大阵。楚风问道。破不开？乌马天族族长摇了摇头，那看来这大阵还真是难破。楚风叹道，是啊，正因难破，这冰顶峰还被誉为祖武星域3大奇人遗迹。乌马天族族长说道，3大奇人遗迹。楚风表露出好奇之色，差点忘记楚风小友回来不久，对祖武星域之事还不了解。乌马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为讲述起这所谓的3大奇人遗迹：九龙上界、冰顶峰上的九龙圣袍、风平上界、风幽洞内的幽冥战车、孤墨上界、明镜海中的斗神之戟。这3个地方有几个共同点，都有高手留下的宝物。那高手非常神秘，不知从何而来，又去向何处。高人留下的宝物皆是价值不菲，且至今无人取走，所以被称为3大奇人遗迹。其实原本祖武星域有5大奇人遗迹，不过有2处遗迹的宝物已经被人取走了。对了，这2位分别被你父亲和你爷爷。乌马天族族长低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不由得变得兴奋起来。听乌马天族族长说，楚风也能知道那奇人遗迹的宝物有多难以拿走。若是那么好拿，星域主界岂会不拿？灵狐天族岂会不拿？他父亲和他爷爷能够拿走奇人遗迹内的宝物，这不仅仅是拿走宝物那么简单，这还是一份荣耀。就连他也是脸上有光。不过这剩下的3处遗迹，可是连你爷爷和你父亲都是无可奈何。乌马天族族长补充道，这3处遗迹这么难吗？楚风有些惊讶。在楚风心中，他的父亲与他的爷爷那都是非常强横的存在，说是无所不能也不为过。现在乌马天族族长却说他爷爷与他父亲都拿这3大遗迹没有办法。楚风自然惊讶，你爷爷与你父亲修武的天赋不用说，我还从未见过有他们父子俩那么妖孽的存在。但是界灵之术方面，他们2人却并不是很强，至少当年不是很强，所以他们根本就未曾挑战过这冰顶峰上的阵法。至于风平上界的风幽洞，一直被封锁着，谁都打不开，至今都没有人进去过，就更别说破解了。而那孤墨上界的明镜海，你父亲与你爷爷的确是挑战失败了，
明镜海真的太难了，进入其中非死即伤。你父亲与你爷爷能够不负伤从中出来，已经很是难得。他们父子二人也是至今为止唯有的2个能够进入明镜海却又安然无恙的人。明镜海的确是太凶险，尽管封幽洞都未解封，也不知道里面具体情况，可祖武星域的所有人都还是把明镜海排在了3大奇人遗迹之首。明镜海是公认的最难挑战的奇人遗迹。乌马天族族长一番话已经说出了一切缘由，看来这明镜海还真是有点意思。楚风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那连他父亲和他爷爷都破不了的阵法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明镜海凶险，封幽洞尚未解封，按理来说能够挑战的唯有这冰顶峰了。不过这冰顶峰早就被蛋台天族掌控了，不是想挑战就能挑战的，未经允许而擅闯冰顶峰者可是要受严惩的。为此，蛋台天族还特意利用那位界灵仙王遗留下的一座阵法，建造了一座牢狱，专门关押擅闯者，以威慑众人。所以这里平日里都没有人来这冰顶峰，最多是远处看一看，根本没人敢靠近。今日若不是4位圣袍界灵师在此，就算众人来此，怕也是登上这冰顶峰，最多就在冰顶峰外看看热闹。乌马天族族长说道：“竟然还有这种事情，看来这蛋台天族是打算将那界灵仙王留下的9龙圣袍独自占有了。”楚风说道：“其实就是防示弱者，若是星域主界和灵狐天族的人想来挑战，他们难道还敢阻拦不成？你看那4位圣袍界灵师说让100岁以内小辈进去，蛋台天族不也放人进去了吗？”乌马天族族长感叹道：“那倒也是。”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很多人和势力在弱者面前宛如神灵不可亵渎，但在比他们强大的人面前却又卑微至极，宛如懦夫。这种事情楚风见过太多，早就见怪不怪了。此时冰顶峰外聚集着许多人，在蛋台天族的监管下，又不许直接御空飞行，所有人只要想上山都必须登上才行，因此那登上之路早就人满为患。楚风虽有令牌在手，可却也不想做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也只能跟着人群排队登峰。不过楚风虽守规矩，但却不是所有人都如楚风这般。这不，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他们根本没有排队登山的打算，一路上将那些登上之人全都推开。楚风注意到他们的腰间挂着徐氏天族的令牌，而听众人的议论，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这些人如此的猖狂。原来徐氏天族也是这9龙上界的势力，虽同是天族，但他们早就归顺了蛋台天族，乃蛋台天族的附属势力，并且与蛋台天族关系极好，所以也等同是蛋台天族的人。其他地方倒也还好，但在这9龙上界的地头上，敢得罪这徐氏天族的人还真是不多。所以哪怕一些实力强横之人，面对这徐氏天族的蛮横无理，竟也选择了隐忍。甚至当认出是徐氏天族的族人后，许多人都是赶忙让开一条路，让徐氏天族的族人同行。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惧怕这徐氏天族，而是惧怕徐氏天族身后的蛋台天族。眨眼间，那徐氏天族的一伙人便来到了楚风等人身前。走到这里已经引起了轰动，所以人们基本都会立刻让路。可是来到楚风等人身前，楚风竟没有主动让开的打算，这让徐氏天族的人有些不耐烦，指着楚风吼道：“前面那个小子，赶紧让开，别挡了老子的路！”本以为他们不爽的吼一声，楚风便会立刻让开，可谁曾想，楚风不仅没让，反而不以为然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让？你说什么？”楚风此话一出，立马换来了徐氏天族族人一道道充满怒意与威胁的目光。你是耳朵背吗？要是耳朵背，那我可以重复一下，我刚刚是对你们说，我为什么要让。楚风说道。你真是找抽！楚风的话引得徐氏天族族人甚是不爽，他们举起手来，竟然真的要抽楚风耳光。然而他们的手还未落下，一阵劲风便横扫而来，顿时将那来到楚风近前的几人吹得人仰马翻。与此同时，一股尊者威压也是从天而降，想动他还要先过老夫这关。乌马天族族长站到了楚风的身前，你是何人？徐氏天族的族人虽然嚣张跋扈，可是面对尊者境的高手，也是立刻有些怂了。老夫乃乌马天族族长乌马涛。乌马天族族长说道。乌马涛，乌马天族族长不是乌马炎天吗？然而听到乌马天族族长的话后，徐氏天族的这些族人却是有些茫然了，应该是那个所谓的正族吧。而就在这时，徐氏天族的人群之中又有一名男子站了出来，这名男子也是一个100岁以内的小辈，他长得很是英俊，修为也是不错，乃是3品天仙，是徐氏天族的少爷。当这位男子出现后，人群中传来阵阵议论，从众人的议论中，楚风也是得知这名男子叫做徐莫荣，他乃是徐氏天族族长的小儿子，也是徐氏天族族长最器重的一个儿子。少爷，这所谓正族是怎么回事？徐氏天族的族人上前问道。他们与10大天族那个乌马天族算是远亲吧，不过早就被人家抛弃了，现在他竟然护着楚氏天族的族人，想必是与楚氏天族混到了同一种田地，也难怪乌马天族不愿意与这个远亲扯上关系。徐莫荣解释道。原来是这样，他说自己是乌马天族族长的时候还吓我一跳，还以为他是乌马炎天，搞了半天是乌马天族的远亲啊。当得知此乌马天族族长并非是乌马炎天后，那些徐氏天族族人先前的忌惮也是立刻烟消云散。就算是你父亲站在我的面前，也未必敢这样与老夫说话。此刻乌马天族族长剑眉倒竖，眼中怒意隐隐涌动。虽说他乌马天族正族的确不如那偏族，可他深知徐氏天族的实力其实也没有比他乌马天族强多少，不过半斤八两罢了。可是现在居然连徐氏天族的小辈都敢这样瞧不起他，这简直就像是一条小狼看不起一只猛虎，换作是谁都会不爽。
与我父亲相提并论，你也配？然而此时那徐莫荣竟然也是大怒，他这种态度还真是没有把乌马天族放在眼里，觉得乌马天族就是低他一等，是何人释放的威压。可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忽然响起，紧接着3道身影也是落在了此处。与此同时，一道7品尊者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此处。这是3位老者，皆是凶神恶煞，尤其是为首的那位白发老者，那是天生剑眉，双眼更是露出凶光，让人看到便心生惧意。更何况他实力还如此强横，毕竟那7品尊者的威压就是他释放而出的。而看到这3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乃是蛋台天族的族人，而为首的那位更不是寻常之人，其名为蛋台昌飞。虽然不是蛋台天族最顶尖的存在，但在蛋台天族也是有着一定地位。这冰顶峰便是由他看守负责的。拜见昌飞长老。昌飞长老，你要为晚辈做主啊！忽然，那徐莫荣一脸委屈地跪在了地上，紧接着徐氏天族的所有族人都跪在了地上，更有夸张的，竟然痛哭流涕，就像他们真的受了什么委屈一样。莫荣，你先起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蛋台昌飞将徐莫荣扶了起来，而这徐莫荣自然不会实话实说，而是歪曲事实，把所有罪责都推脱到了楚风和乌马天族族长身上，反而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受害者。大胆！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竟敢来这里撒野？果然，听完徐莫荣的话后，那蛋台昌飞便勃然大怒，他根本没有再询问楚风等人的打算，而是直接对楚风等人发火了。大人，还请您调查清楚事实真相，明明是他们不排队登山，我们不让路，他们便要出手，这岂能怪我们？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在场之人，他们都亲眼看到了。乌马天族族长说道。然而乌马天族族长并没有注意到，他此话说完，在场的所有人要么继续赶路，要么默默低下了头，根本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们作证。可事实上，那蛋台昌飞也没有询问旁人的打算，而是指着乌马天族族长说道：你这是何意？你是说老夫偏袒于他们吗？你别喊了，我们今日来此并不是冲着你蛋台天族来的，你将此人叫下来，我们立马走人。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开口了。当楚风开口那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因为楚风开口的同时，手中亮出了一个令牌。那令牌不仅精雕细琢，上面还刻写着4个大字：无名星陨。